刚回云深不知处，他们很少行房，原因无他，兰家人五感灵敏，近视又在兰家内室子弟中央，偶尔抚慰，不敢有大动静，捂着嘴巴，用手潮热急躁，仿佛饮鸩止渴，越饮越饮，怕擦枪走火，总是草草收场。两个年轻气盛、身体正常的男人，这样隔靴搔痒，反而是愈加心痒猫挠。直到某天缠吻许久，蓝忘机咬了他的舌头，魏无羡嘴唇微微颤着，沿着肌肉纹理从下往上细吻上去，沿路起伏，熟门熟路。不敢想，回忆太多，画面太强，一想就难以收场。果然，蓝忘机的呼吸重了，唤魏无羡的名字，声音沙哑性感，眼神跟狼一样。魏无羡就咬他耳朵，低声撒娇道：干不干？火偶尔乱烧也会着，但找准影子直接点燃则会爆炸，像烈焰落入滚油，万木瞬间烧成灰烬。一开始做的时候的确很疼。魏无羡将脸贴在枕头上，半合着眼睫，偷偷窥探着蓝忘机脸上的表情，真是活得久了什么都能看见。魏无羡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跟蓝忘机探讨床技，他现在手脚还酸软着，蓝忘机正力道均匀地给他揉着腰。当蓝忘机委婉地向他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，魏无羡心里乐得直哼哼。果然全天下所有男人都在意这个，就算是蓝忘机也不能免俗。蓝忘机第一次的确是青涩的不行，毕竟是刚开荤，动作粗暴得很，掐得他大腿上都是指痕，结束时他的腿和肚子都在抖。当时他想的是，之前有人告诉他出歌第一回都不会太久，现在来看纯属放屁。蓝二不仅长得好看，脑子聪明，这方面也天赋异禀，压着他做了快2个时辰，就好像为了这一刻默默等待太久了，所以无法轻易结束。蓝忘机听到他说疼，微微抿了抿唇，似乎感到抱歉。魏无羡继续道：疼是疼，但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能接受了，有几下还觉得特别舒服。蓝忘机看着他，耳朵飞上一片红云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一副不怕死的样子。现在想想，当时你在干我的时候，样子特别可爱。明明身体已经紧密契合，蓝忘机却不敢奢求更多，手也不敢乱碰，只紧紧抓住他的心脏，靠得极近，贪婪地交换着彼此的呼吸。都说第一次是最强烈最深刻的，现在看来大概是真的，因为时隔这么久，他依然对当时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回想起来时仍然心潮澎湃。第二次是在某间客栈的床上，这次我印象很深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也表示赞同。也许是彼此都有了心理上的暗示，所以在要一间房时，两人罕见的都不敢看对方，偶尔视线相交的时候，脑子里总忍不住冒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。那天刚进门，魏无羡就被他推到了门板上，温热厚重的吻就落了下来。蓝忘机抚上魏无羡的腰线，清楚地感受到身体对彼此的渴望。先吃饭。他眼尾灼红，感觉心脏跳得好快。不，先吃别的。两个人都憋坏了，不只是身体上的，还有心理上的。这一次，魏无羡终于扳回主动权，决定好好教一教这个纯情到不可思议的新郎官。蓝忘机不单于此，但他愿意给魏无羡更好的感觉。比起一个人的宣泄，他更喜欢两个人的激情和冲动。一旦见识过情动时热情而脆弱的魏无羡，他就不愿将这件事变成单方面的享受，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需要他们交流和感受。所幸魏无羡墨水满腹，而他又非常好学，那是蓝忘机第一次感觉到幸福的日子。有了难题，魏无羡可以帮他一起解决，知道什么有趣的好玩的，魏无羡也乐意跟他分享。就算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两人只是坐在一起，他都觉得心里暖融融的，十分安宁。到了晚上，新婚燕尔的两人少不了耳鬓厮磨，抵死缠绵。两个人就像两头正处在发情期的野兽，只要看到彼此，就控制不住想要和对方水乳交融的欲望。他现在甚至是在看书的时候，偶尔想起魏无羡来，依然会浑身发烫。那我们来说一件对方喜欢的事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蓝忘机看着他。魏无羡道：虽然你从来不说，但我知道你喜欢绑着我。
抹额、发带、腰封，乃至任何绳状的东西，他绑得虔诚而小心翼翼，而他伸出手主动为自己扣上枷锁。蓝忘机不甘示弱，你喜欢看我脱衣服？魏无羡呼吸一滞，猛然反应过来，好像真的是这样。蓝忘机会把他压倒在床上，之后才坐起身去抽腰带。这个过程中，他的眼神依旧在他身上舔舐着，目光炯炯，温柔专注，仿佛某种将要进食的大型肉食动物般淡定从容。随着衣衫滑落，一具近乎完美的男子胴体暴露在空气中。男人的肩胛骨宽厚，微微凸起，撑在他耳边的小臂肌肉线条流畅匀称。魏无羡将这列为蓝忘机前戏的一种无意识的勾引。两人又回忆起初吻。魏无羡说，和我幻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我想的是蜻蜓点水，温柔相拥，而不是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被压在树上轻得喘不过气。蓝忘机道，我亦是。蓝忘机想的也是轻轻的吻，嘴唇碰嘴唇，只是没想到魏无羡那时候突然开口说话。他无意识地含住他的唇瓣，两人的舌尖轻轻相碰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当时唯一能想起来的只有魏无羡的嘴唇很软，吻很甜，然后就……和他清冷克制的外表不同，蓝忘机的吻是强势的，略带攻击性的。和蓝忘机接吻时，魏无羡总会有种整个人都被他掠夺到一丝不剩的感觉，反而魏无羡看起来风流不羁，吻起人的时候却软软的、轻轻的，像一块沾了糖霜的糕点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尝尝。聊到这儿，两人相视一笑，都凑过去吻了对方一下。他爱他的粗暴，也爱他的温柔，灵魂纠缠不休，热爱永不停歇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。蓝湛，从2024年8月起，本频道每月12日的短篇福利将放在冰箱中，输入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听了。但影片只保留1个月，下个月12日就会换成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才不会失去免费试听的机会哟。啊，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放在本影片留言处，频道简介中也有。大家都成年了，自己动手找吧。蓝湛，我们继续啊。魏婴，你别说了。